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可不一般，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小文和台湾小伙子阿正的爱情故事。俗话说，爱情能超越一切，但当爱情遇到了家庭反对、文化差异、经济考量，甚至是两岸关系的复杂情况，这份感情究竟能走多远呢？小文是江苏苏州人，在苏州一家外企做财务工作，家境不错，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，从小就被宠着长大。而阿正呢，是台北人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研发工程师，家里是做小生意的，生活也算富足。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？真是缘分妙不可言。那是2022年，疫情稍微缓和的时候，小文的公司派他去新加坡出差。就在同一家酒店，阿正也在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，两人在酒店的电梯里偶遇，阿正手中的文件不小心掉了，小文帮他捡起来，两人眼神一对，那感觉咂咂。小文后来告诉我说，丽姐，我当时就感觉心里砰砰直跳，好像被电到一样。当晚他们在酒店大堂不期而遇，聊了起来，一开始只是简单交流，没想到越聊越投机。小文被阿正的儒雅和幽默所吸引，阿正则被小文的聪明和活泼所打动。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回到各自的地方后，开始了跨海视频恋爱。哎呦喂，这段时间可不容易，白天各忙各的工作，晚上就抓紧时间视频。两人越聊越来电，阿正甚至开始学习普通话，而小文也努力学习台湾的一些用语。半年后，阿正决定飞到上海，然后坐高铁去苏州见小文。见面之前，小文可紧张了，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怕他看到真人会失望啊。结果呢，阿正一下飞机就直奔苏州，见到小文的第一面就紧紧地抱住了她，说了一句比视频里更漂亮，把小文感动得不要不要的。阿正在苏州待了1周，小文带他逛了拙政园、平江路、观前街，吃了生煎包、松鼠桂鱼、叫化鸡。阿正对苏州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他说，台湾虽然也有很多传统文化，但苏州的古典韵味是独一无二的。这1周的相处，让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，但问题也开始显现，两人该如何告诉各自的父母？小文先开口了，他妈妈一听说女儿找了个台湾男友，第一反应就是啊，台湾那不是很穷吗？还要坐那么久的飞机，多不方便啊。小文无奈地解释，妈，现在的台湾不是您想的那样，人家经济很发达的，阿正在科技公司工作，收入比我还高呢。小文妈妈还是摇头，那边的人思想能跟我们一样吗？万一他只是玩玩你呢？你们隔着那么远，怎么经营感情？再说了，你去了台湾，不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？以后有什么事，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啊。小文爸爸更是直接，别胡闹了，找个本地的，或者至少是大陆的男孩子多好。跨海恋爱成功率能有多高？再说，你了解台湾吗？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吗？文化差异那么大，语言也不完全一样，以后肯定会有问题的。阿正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妈妈一听说儿子跟大陆女孩谈恋爱，立刻忧心忡忡，阿正啊，大陆妹仔是不是冲着我们台湾的户口和福利来的啊？你可要擦亮眼睛哦。我听说很多大陆女生嫁来台湾，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户口，真的很麻烦。阿正爸爸则担忧，两岸关系这么复杂，万一以后政治局势有变化，你们怎么办？再说，文化差异大着呢，大陆女生的观念和我们不一样，会不会不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？面对父母的反对，小文和阿正都很痛苦，但爱情就是这么奇妙，越是阻挠，他们反而越坚定。阿正决定再次飞到苏州，这次是专门来见小文的父母。为了这次见面，阿正做足了功课。他不仅带了台湾的特产，还专门学习了如何称呼中国大陆长辈的礼节。见面那天，阿正穿着正装，手捧礼物，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配上谦虚的态度，让小文父母稍微改观。饭桌上，小文爸爸开始拷问阿正，你们台湾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大陆人，觉得我们素质低？阿正诚恳地回答，
叔叔，那都是偏见。我来过大陆几次，接触过很多大陆朋友，都很优秀。其实两岸人民血脉相连，文化相通，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分隔了一段时间。我个人非常尊重大陆的发展成就，也很珍视两岸的情谊。小文妈妈又问，你打算怎么照顾我女儿？她去了台湾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不通，怎么适应？阿正回答，阿姨，我会全力帮助小文适应台湾的生活。其实台湾和大陆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语言方面虽然有些差异，但基本沟通没问题的。我的家人也会把小文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，不会让她感到孤单。这顿饭过后，小文父母的态度有所缓和，但还是希望女儿再慎重考虑。小文妈妈私下对小文说，女儿，妈妈不是不支持你的幸福，只是担心你。台湾那边生活水平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很艰苦？小文笑着解释，妈，您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久以前吧？现在的台湾可是发达地区，人均 GDP 比大陆高呢。阿正家住的是台北市内的大房子，他的收入在当地也算中上水平，完全不用担心生活问题。阿正回台湾后，也开始努力说服自己的父母。他带着小文的照片和视频，向父母展示小文的优秀和真诚。他详细解释了小文的家庭背景、教育程度和工作能力，试图打破父母对大陆女生的刻板印象。阿正的妈妈虽然仍有疑虑，但看到儿子坚定的态度，也只能叹气。阿正啊，你们年轻人的事，妈妈也不好多管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娶妻娶德不娶色，不要被漂亮外表迷惑了眼睛。阿正认真地说，妈，我喜欢的不只是小文的外表，更是她的内在品质。她很独立，也很有责任感，在苏州自己租房子生活，工作能力也很强。她的三观和我很合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。就这样，在不断的沟通和努力下，两边父母的态度逐渐从强烈反对变成了勉强接受。2023年初，阿正向小文求婚了。他特意飞到苏州，在拙政园里单膝跪地，掏出钻戒，深情地说，小文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用一生的时间珍惜你，保护你，让你在台湾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小文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毫不犹豫地说了好。然而，当两人开始筹备婚礼时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首先是结婚的手续问题，大陆居民嫁到台湾要办理各种复杂的手续，包括公证、面谈等等，程序繁琐不说，时间也很长。其次是婚后定居的问题，小文如果去台湾，意味着要放弃在苏州的工作和生活圈子，重新开始。而且刚到台湾时，他还不能立即工作，需要等待相关证件办下来。这段时间里，他将完全依赖阿正，这让一向独立的小文感到不安。最让小文担心的是，一旦嫁到台湾，就意味着与父母的距离变远了。两岸之间不是随时能来去自如的，探亲也要考虑签证和假期问题。如果父母年老生病，他能不能及时赶回去？这些现实问题让小文开始犹豫。他跟我视频时红着眼圈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很爱阿正，但是这些实际问题让我感到害怕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承受这些压力和改变。我理解小文的担忧，便给他分析了台湾与大陆婚恋的差异。我告诉他，小文，两岸婚恋确实有一些不同，比如台湾社会更注重个人空间和平等关系，很多家庭是夫妻共同决策，女性地位相对较高。而大陆虽然也在进步，但传统观念仍然存在，家庭决策可能更多由丈夫或公婆主导。再比如消费观念，台湾人可能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环保，消费较为理性，而大陆近年来消费升级明显，很多年轻人更追求品牌和面子，还有教育子女的理念也有差异。台湾家庭可能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兴趣培养，压力相对小一些，而大陆的教育竞争更激烈，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普遍较高。我还特别强调，但是小文，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，关键看你和阿正两个人能否相互理解、尊重和包容。爱情需要经营，跨区域的婚姻更需要双方付出额外的努力。小文认真思考了我的话，他说，丽姐，我明白了，我和阿正之间的爱是真实的，这些困难虽然存在，但只要我们一起面对，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
就在小文终于下定决心嫁到台湾的时候，她的父母态度却突然强硬起来。小文妈妈痛心地说：“女儿，你要是嫁到台湾，就别再认我们这个家了。远嫁台湾，万一受了委屈，谁能帮你？而且这辈子你能回来几次？我们老了，生病了，你在台湾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”小文爸爸更是直接：“你非要嫁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”面对父母的强烈反对，小文陷入了深深的痛苦。她爱阿正，也爱自己的父母，这种撕裂让她夜不能寐。小文每天以泪洗面，阿正也很着急，他甚至提出要放弃台湾的工作，来大陆发展。但小文知道，以阿正的专业，在台湾的发展前景远比大陆好，他不忍心让爱人为自己牺牲事业。这段时间，我经常和小文视频聊天，看着他眼里的纠结和痛苦，我也很心疼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丽姐，您觉得爱情值多少钱？值得我失去家人吗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小文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爱情很珍贵，但亲情同样无价。你需要想清楚，如果选择了阿正，你能否承受与家人疏远的代价？如果妥协了父母的意愿，你又能否放下对阿正的感情，不留遗憾？”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和思考，小文最终还是选择了阿正。临行前，他去了父母家，跪在门口恳求父母的谅解和祝福，但父母铁了心肠，关上了门，只留下小文一人在门外哭泣。小文带着满心的伤痛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。阿正在桃园机场接他，看到小文哭肿的眼睛，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。他轻声保证：“放心，我会补偿你失去的一切，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最多的爱。”刚到台湾的日子，确实如小文所担心的那样充满挑战。语言上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和口音与大陆有明显差异。小文常常听不懂台湾人的对话，特别是当他们用台语交流的时候。生活习惯上，台湾和大陆也有不少不同，比如台湾人习惯分类垃圾，非常注重环保。饮食上口味偏甜，不像江苏菜那样咸鲜。人际交往上，台湾人表面热情，但内心可能较为保守，交心的朋友不多。更让小文不适应的是融入阿正的家庭。阿正的妈妈虽然表面客气，但言语间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大陆媳妇，让小文感到自己被贴了标签。阿正的姐姐则直接，常常问一些让小文尴尬的问题，比如大陆那边是不是很多人偷渡来台湾啊？你们那边的房子是不是都很便宜之类的。小文只能一次次耐心解释，台湾和大陆虽然发展路径不同，但现在大陆的一线城市发展的也很好，尤其是我家乡苏州，是著名的富裕地区，房价甚至比台北还高呢。阿正很心疼小文的处境，下班后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家陪她，周末带她去台北的各个角落探险，希望她能尽快爱上这座城市。他还经常送小文一些小惊喜，比如他最喜欢的大陆零食、书籍，或者突然来一场浪漫晚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文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他开始学习闽南语，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，尝试做台湾特色小吃。他还在阿正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，虽然薪水比不上在苏州的时候，但至少让他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和经济来源。阿正的妈妈看到小文的努力和善良，态度也渐渐软化。有一次小文生病，阿正妈妈亲自煮了鸡汤送来，还细心地嘱咐阿正照顾好小文，这让小文感动不已。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来自婆家的温暖。然而每当夜深人静，小文还是会想起自己的父母，特别是看到街上老人和子女一起散步的场景，她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。她尝试过给父母打电话，但都被挂断了，发的信息也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小文和阿正结婚1周年时，阿正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，2张飞往苏州的机票。我们回去看看你的父母吧，阿正说，无论他们是否原谅我们，至少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回到苏州的那天，恰好是小文父亲的生日，他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忐忑地敲响了父母家的门。开门的是小文的妈妈，看到女儿的那一刻，她愣住了，然后眼泪就涌了出来。妈，小文哽咽着叫了一声，母女俩紧紧抱在一起。小文爸爸听到动静也出来了，看到女儿和女婿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既有惊讶，也有欣慰，还有一丝忧伤。阿正深深鞠了一躬，
用他练习了很久的苏州话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，我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小文，让她幸福。”这次回苏州，小文发现家乡也发生了不少变化。他原来工作的公司搬到了更大的办公楼，老同事们大多升了职。他常去的商场翻新了，多了很多网红店，就连小区门口的老爷爷都换了一辆新的电动车。时间真快啊，小文感叹，好像一切都在变，只有爸妈对我的爱没变。和父母和解后，小文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回到台湾，他对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，开始全身心地融入台湾社会。他加入了一个大陆配偶互助会，认识了很多和他处境相似的姐妹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分享经验。小文还发现，台湾社会对大陆配偶的态度正在慢慢改变，曾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在减少，更多人开始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跨海婚姻。当然，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不友好的言论，但小文学会了坦然面对。3年过去了，小文和阿正的感情越来越稳定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公寓，养了一只可爱的柯基犬，生活充实而美满。小文的事业也有了起色，他在一家台商企业做财务主管，负责大陆业务，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。最让小文开心的是，他和父母的关系完全修复了。阿正每年都抽时间陪小文回苏州看望父母，小文的父母也终于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，他们甚至计划等退休后来台湾小住一段时间，体验一下女儿的生活。有一天，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联系小文，希望采访他关于跨海婚姻的经历。朋友直截了当地问小文，嫁到台湾这几年，你后悔过吗？小文笑了笑，回答道，说实话，最困难的那段时间，我确实动摇过。当我无法联系到父母，当我在台湾感到孤独无助，当我因为口音被人议论，我曾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。但现在回头看，我不后悔。爱情本身没有对错，重要的是面对困难时的态度。我和阿正一起克服了文化差异、家庭阻力和社会偏见，我们的感情因此更加坚固，而且这段经历也让我成长了很多，变得更加独立、坚强和包容。小文的故事很快在网络上传开，引起了两岸网友的热烈讨论。有人感动于他们的坚持，有人钦佩小文的勇气，也有人批评他不该为了爱情伤害父母。面对各种声音，小文心态平和。他知道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，没有绝对的对错。他只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那些面临类似处境的人一些启示。爱情值多少钱？这个问题，小文现在有了自己的答案。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，它的价值在于两个人共同经历的酸甜苦辣，在于互相扶持、共同成长的过程。但小文也明白，爱情虽然重要，却不是生活的全部。家人的支持、自我价值的实现、社会的认同，这些都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所幸，他现在拥有了这一切。最近，小文和阿正在计划要孩子了，他们讨论着孩子应该取什么名字，学习什么语言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。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同时了解两岸文化，小文说，既有大陆人的务实进取，又有台湾人的温和包容。阿正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们的孩子将是两岸文化的结晶，这不正是两岸关系应有的模样吗？就在他们憧憬未来的时候，小文接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。台湾政府正在考虑简化大陆配偶的居留和工作许可程序，这意味着今后像小文这样的跨海婚姻将面临更少的制度障碍。你看，阿正兴奋地说，社会在进步，人们的观念在改变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两岸的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、结婚，不再需要经历我们这一代的艰辛。小文微笑着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忽然想起了当初父母反对时说的话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现在他明白，爱不是单行道，而是桥梁，连接着他的过去和未来，连接着两岸的文化和情感。我们跨越了海峡，小文轻声说，但我们的心从未分离。这就是小文的故事，一个为爱情勇敢跨越海峡的大陆女孩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需要勇气，需要智慧，需要包容，更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生活的历练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爱情值多少钱？是否值得为它放弃一些东西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历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！